欢迎回到今天的奇异先生频道。你支持台风假吗？相信这个问题在这2天的台湾绝对是足以引发家庭失和，甚至让网络侧翼集体高潮的灵魂问题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蒋万安市长在台北市阳光普照，一滴雨都没下的时候，公然带头宣布全城放假，你觉得这是市长在无脑讨好选民，还是他在玩一场惊人的政治豪赌？2026年7月，当巴威台风还没踏上台湾陆地，台北的空气里就已经弥漫着一股焦灼的火药味。因为这一次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，他自创了一个假，叫做防台整备假。消息一出，台北市政府的1999市民热线直接被台湾股民的怒火给打爆了。你可能会问，放假不是好事吗？大家不用上班上课，难道不是集体狂欢？而且为什么台湾股民会如此疯狂？还有那个原本准备跳出来大骂蒋万安，甚至想抓他把柄的民进党大佬，为什么在台风过后跑完一趟步，竟然老脸一红，公开给蒋万安点了一个大大的赞？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拆解这一场发生在2026年夏天关于权力、台风与真相的台北生存战故事，要从那个让全台湾股民集体破防，差点引发暴动的深夜开始说起。2026年7月10号的清晨，台北的天空蓝得像一幅画，连一丝风都没有。但在各大股票讨论区和蒋万安的脸书留言区，气氛却比世界末日还要惨烈。因为当时台指期夜盘已经一举飙破了46281点的大关，46000点啊！各位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财富自由的入场券，是大家口袋里钞票狂跳的声音。股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隔天一开盘就迎接大红柱，看着账户资产翻倍。结果呢，蒋万安当晚宣布7月10日台北市停班停课，股市同步休市。那一瞬间，无数人的获利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，那种到嘴的鸭子飞了的痛苦，简直让股民想去撞墙，纷纷大喊万安还钱，挡人财路，杀人父母，市长你是不用看盘吗？这种铺天盖地的咒骂声瞬间成了绿营民代最好的攻击素材。如民进党立委邱意莹第一个冲上火线，在社交媒体上猛力开火。他说防灾很重要，但未达标准却宣布放假，这就是完全没有抗压力和决策力的行为。他还大声质问，这种莫名的停班停课造成的经济损失算谁的？就连一向号称理性的民众党陈智参都忍不住出来补一刀，说暴风圈下午才出炉，这时候放假根本不理性。当时的蒋万安在网络舆论里简直成了破坏台湾经济的头号罪犯，大家都在等看他怎么收场，等看他是不是真的判断错误，闹出一个空放假的大笑话。但面对这足以淹没市府大楼的口水，蒋万安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。他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做出了一个更硬刚的动作，直接让这场风暴烧到了最高点。面对漫天的咒骂，蒋万安并没有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，他站在防灾中心的指挥台前，眼神里没有一丝退缩，反而多了一份身为首长的果敢。他冷静地告诉大家，这次面对的是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，我宁愿被骂，也不要看到任何市民出事。他说，这不仅是台风假，更是防灾假。他要给台北市民整整24小时的黄金时间，去搬沙包，去检查防水闸门，去把爱车停到高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求市府几万名基层员工，趁着还没风雨，把全市每一条水沟、每一棵路树全部加固一遍。他强调，我们就是严阵以待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做最坏的打算。这种超前部署，在绿营民代眼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高嘉瑜在政论节目里酸溜溜的质问，如果没达标，是不是就不该随便放假？但就在这为反而反的气氛达到顶峰时，国民党议员詹委员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他直接在脸书上甩出一张双标清单，开始了一场史诗级的战斗力输出。詹委员冷笑着问，现在讲经济损失了，那当年南部县市大太阳放假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绿营民代在哪儿？他一一点名，2023年杜苏芮台风、屏东风雨根本没达标。周春米说，为了通勤风险要放假。2024年3坨台风都消散了，陈其迈还放重建假，让大家悠闲逛百货公司。詹委员愤怒地咆哮，怎么南部首长没达标，大晴天放假就叫苦民所苦，蒋万安严阵以待就变成了政治放假。这一句绿能你不能，
直接把那些双标政客的脸打肿了。到了7月11日，蒋万安更是展现了极致的万安风格，他宣布继续放假，并同步在脸书连发4张他深夜视察、眉头紧锁指挥防灾的帅照。虽然被对手算是给市民帅一波，但那些真正在家避风、看到路数被加固的台北市民留言全是市长辛苦了。然而政治上的胜负是一回事，老天爷的考验才是真本事。8位台风真的如预警般狂暴袭来，市区阵风高达11级，大雨像盆栽一样倒下来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台北市这次肯定要断枝落叶、一片狼藉的时候，一个最不可能投降的绿营大佬，竟然在台风过境后的第一个早晨，发现了一个让他惊掉下巴的秘密。这位大佬就是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。他平时对蒋万安的批评可是一点都不留情面，甚至前一天还在讽刺蒋万安是烂放假讨好选民。但7月13日台风刚过，张景生抱着一种巡视灾情、准备抓把柄的心情，一大早从枫林桥跑步上丰贵嘴。这条路跨越了台北市和国家公园，是台北知名的慢跑和单车圣地。他本来以为经过25年来最大暴风圈的摧残，这条路肯定是土石流横行，断枝残叶满地。可是跑着跑着，张景生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疑惑，最后变成了深深的震撼。整条路竟然干净的像刚洗过一样，没有严重的土石崩塌，没有阻碍交通的倒塌路树，排水系统运作的顺畅无比。甚至他一上到丰贵嘴，就看到洋管处的工人和市府人员已经在那边高效的整理步道。这位看遍政坛风云的老江湖，在那一刻心中的政治成见彻底崩塌了。他意识到蒋万安提前放的整备假真的不是在让大家睡觉。那24小时，台北市府把能修剪的树都剪了，能通的沟都通了，所有的隐患都在风雨来临前降到了0。之后，张景生展现了资深政务官的气度，他立刻发文说：“今天不骂人了。”要给这2个平日负责管理维护的单位一个赞，这一赞直接让那些还在酸蒋万安、只会发帅照的网军们彻底闭嘴。由此可见，蒋万安他不再只是那个温文儒雅的蒋家珍4代，而是一个有肩膀、敢决策、懂管理的现代市长。他知道股市停一天会损失很多，但他更知道台北400万市民的平安才是最不能挥霍的资产。这种扎实、接地气、不玩花架子的蓝营执政力，正是台湾现在最缺的硬骨头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那天没放整备假，台风突然杀到，街上全是还没修剪的路树和还没固定的施工机具，到时候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，难道是那几百亿的股票交易额能补偿的吗？蒋万安顶住了压力，保住了城市，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。这就是台北人的幸福感。各位观众，看到这里，你还会觉得台风假只是为了想放假吗？在如今的台湾，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个敢于被骂、敢于超前、敢于保护人民的市长。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也支持蒋万安这种做法，请在评论区疯狂打下蒋万安真的帅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这次的防台整备假有不同的看法，或者是你有过台风假的小确幸，也欢迎跟我分享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始终相信，只有真正专业的领导者，才能让台湾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别忘了订阅、点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